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行善与作恶在面相上会有何反应。善行积福，恶行损德，不过善行与恶行总在一念所起。一个人一生中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，从而造就恶业，也会或多或少的有意无意之中种下善因，以待福慧的成熟结果。有了恶业并不可怕，只要你心存善念，真心悔罪，亦能消灭灾祸。有了善业也不用沾沾自喜，还得持续努力，不然亦会沉沦与堕落。同时也不要对别人的善心怀妒忌，更不能对别人的恨而耿耿于怀。故此每个人都要对别人隐恶扬善，对自己要隐善扬恶。但是有人总是怀着侥幸的心理，认为自己做的隐秘，别人不知道，于是心魔缠困，不能自拔。其实无论你干得多隐秘，别人也会知道，只是别人有怀柔之德，不愿意说出来而已。因此才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的说法。不过我们要说的不仅天知地知，你的身上也有记录，你积累了多少阴德，造就了多少恶业，这个记录就像树木的纹理一样，诚实无欺地保留下来。一、行善作恶后面相有哪些特征？最为典型的记录就是你的阴质纹，即面相上阴质部位留下记录的纹理。阴质亦称为泪堂、龙堂、凤带，是指面相中位于两眼下卧蚕内的部位，在12宫中为男女宫所在处，主管子嗣的有无。故此相学神异赋有云：阴质肉满福重心灵之说，意为阴质部位丰满者为福贵之相。原因就是古人以多子多孙为福，故相学认为，若眼下阴质部位光明润泽，紫色环绕，为行善积福所致。纵然有克子之凶兆，也会因为既有阴德而生贵子。相反，若多有不善之举，则会使眼下青暗虚肿而破吉相，有损子女。若改恶从善，助人积德，蠢肉即会生出阴质纹，化凶为吉，绝处逢生。相传春秋时有名商渠者，年届45子，孔子见其眼下隐现阴质纹，断其必得贵子，后来果被言中。另外，除眼下卧蚕部位外，阴质纹还可以在颜面其他的部位显现。袁柳庄在水镜神相中归纳有36阴质部位，比如双眼、天中、天庭、天门、天府、山根、年兽、准头、法令、地格、眉角、命门、天仓、印堂、四子、四门、三阳、三阴、丹田等等。这些部位出现吉纹或者吉气喜色，亦可以补救面相中原有的缺陷，化凶为吉。反之，这些部位若出现恶纹或者恶气败色，则会由吉变凶。故相学中有阴质乃心田之灵苗，能唤回人之造化而变吉变凶的说法。阴质纹、阴德纹做好事善业得来，比如不少消防队员做上3到10年也会出现这种纹。大阴德纹呈网状，阴天更易看见。儿女宫上，眉上出现为小阴德纹，天生得来，上辈的余德降在自己身上。一个人不论是做了亏心事儿还是善事儿，面相上都有相应的纹相出现。阴德纹一横或者2横，缺德纹表现为双颈或者竖纹，颜色光明润泽，不枯陷，有种黄而明的气色和纹路环绕，似纹非纹，有时不易发现。要看得见黄色纹路，要在休息或睡觉时皮肤松弛的时候看得比较清楚，或者在灯下和阴天亦会见到。做了一点亏心事或者一点点善事，在脸上不能一下子明显表现出来。如果做了大坏事或者大善事，或者坏事善事做得多，脸上也就会出现相应的纹路。善行表现为阴德纹，恶事表现为缺德纹。大体而言，缺德纹或者阴德纹常常表现在以下几个部位。一、印堂。印堂号命宫，主一生荣枯。人如果做了亏心事儿，或者祖上失德，或者前世失德，会有一条悬针纹。这条悬针纹上克父母，下克妻儿。这个克不一定是克死，很多都给父母妻儿带来很多麻烦及不幸。不过有了这个纹也不可怕，只要你一心谦善，
这个文相也可以转变，生活也会慢慢顺利，开始从倒霉转向如意了。2. 眼下，眼下称为子期宫、阴德宫，是主要表现一个人德行的地方。假如一个人从小眼下都是平满且有黄明之光的，是谓有素德有仙骨。假如一个人从小就有眼袋或者黑眼圈或者眼袋下陷，是属于先天精气神不足，先天肾虚。所以相法上说这种人子期弱，不容易生孩子，所以这种要勤修静，清心寡欲，广积阴德。广积阴德，做了很多善事的人，眼下会有1重或者2重或者3重细如丝的细纹，此纹系有光泽优美，是名阴德纹。若果善人行善，广利众生，眼下就会出现此纹。如若你经常行善，眼下出现了阴德纹，那么恭喜你，这是增福延寿、子贤孙贵之征兆。如果你常行不善之事，或者发不善之心，眼下就会发黑下陷。发黑下陷还是一般的，真正严重的是眼下出现竖纹，如针刺眼，此乃克子行孙之征兆。3. 脖子光亮，人要长生不老，青春常驻，脖子上的喉轮要打开。如果一个人的喉轮打开后，不管是100岁、200岁，脖子上都是不显老的。4. 法令纹，法令纹也是表现一个人德行的纹，此纹一般在中年后才出现。法令入口名饿死相，又名腾蛇入口。虽然法令入口不一定饿死，但最起码老来孤苦。此纹是随人的心态行为变的，行恶则入口，行善则可以把腾蛇入口变为贴口延长至下巴，这种法令称为寿带。如果你的长辈有这种法令入口纹，不要紧，反省忏悔，常行诸善，法令自然会延长过口。如果原先只有1条法令，后来行善改过后，在原先的法令上像树枝一样又生出1条，名双龙出海，既寿又富贵之兆，乃善业福报。5. 延寿毛相，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，不悔不疑，至晚年眉尾会生出3、5条特长的眉毛，此眉名五彩眉，乃德重望重，延年益寿之征兆。右耳内生毛，乃高寿吉祥之兆。又比如中老年人头发从额头日月角开始向后脱发，亦是吉兆。如果中老年头发从头顶百会穴处向前脱发，从里到外脱发，乃凶兆，德行欠缺之象，当止恶行善，转厄运为吉祥。当然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得知自己已经通过行善或者作恶改变了命运，但篇幅有限，略作提醒，以期众人了解命运乃是自己所做今生前世善恶因果报应所致。只要自己一生弃恶迁善，广利众生，命运也完全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。2. 如何积累阴德？ 1. 孝，百善孝为先。孝的意义一般表现为孝顺、孝敬等等。孝顺指为了回报父母的养育而对父母权威的肯定，从而遵从父母的指点和命令，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。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天地父母，父母被摆在极高的位置，更有孝敬父母胜过求神拜佛的说法。佛说有福的人请100个持戒高僧大德，100个仙人，100个朋友到装满7宝的地方，供养100千种上妙真善，垂璎珞，以百宝装，严床卧具，以百药治疗病。就这样做100千劫，意义万万年。这样得到的福德，还不如一念孝顺心，用一丁点的东西供养自己的父母，侍奉自己的父母，不如供养父母功德的100千万分之一。圣严法师还专门撰文，父母是家里的佛，说明了供养父母是一种福报。2. 救人性命，正所谓救人性命胜造7级浮屠。小江之一直很尊重救命的医生、护士、消防、公安及其他工作中、生活中对待生命能伸出援手的人。佛教大正藏经集部佛说卖艺经中佛云：做百佛寺不如活一人，但后面又说了，活10方天下人不如守一1日，人得好意，积福能量。其实这里的意义在于突出善念比善行更重要，因为善念之后一定会有善行。民间以救人性命为大功德，往往你救了一命，这家人往往感恩戴德，
会一辈子以你为至亲来祈福、善待、交往。3、修桥铺路。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，都会说修桥铺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功德。只因修桥能渡千万人，铺路能利万千人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各处集资修桥修路的地方，都很容易看到镌刻着出资人名字的功德碑。在大理州剑川县有座与金沙江上铁链桥同名的风雨桥金龙桥，桥亭上也有一副楹联：崇圣怀德寸心朝日月，修桥铺路因智积儿孙。由此可见一斑。4、放生。最简单的理解，放生其实就是救命。所不同的是，救的是非人类的命。中国受到佛教思想的熏陶，以众生平等的角度去阐释了放生的意义。在信佛的人看来，放生才是最大的功德，因为你的一次放生救的可是数量级的命。在民间习俗中，放生是经常被用来消灾化恶的一种方法。有些地方会用大规模的放生仪式，以救命抵命的方式来帮助那些身陷重疾、命里多灾多难的人。其实风水也好，命理也好，都要求我们心怀正念。风水命理的调整、声望，这些都是建在正念的基础上，让你好上加好。如果你是满心邪念，尽想歪门邪道、坑蒙拐骗，甚至用歪道邪术来达到你的目的，结果都不会很好，都会以失败而告终，而且必然会付出相应的代价。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印堂藏金钩是吉还是凶，百发百中。首先，在开始讲印堂纹路之前，我们先来简单的讲几个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几条纹路吧。第一，悬针纹又名一字纹，印堂中间若有一条直纹，称为悬针纹。六亲无力是非多，白手起家多行好。第二，入字纹生印堂，早婚不利奔他乡。印堂有入字纹，不利早婚，女主婚姻不顺，甚至二婚。第三，八字纹生印堂，此人在40岁前无有好运，过了40分后好运才来。第四，印堂有川字纹，此人命刚硬，只恐在8、9、10岁之前克天伦。面相纹理配合好着，中晚运容易为官为权，名利双收。第五，印堂有双道纹理，此人为人正直，有正义感，喜欢打不平，主白手起家。第六，印堂位于两眉之间，通过它不仅看出一个人的胸襟气概，更是判断一个人的财富运的重要参考。如果印堂宽阔、平满、色润有光，必然有过人的胸襟，待人宽容，常有好人缘，也不缺稳定的生意伙伴，因此做事很容易成功。第七，眉棱骨，即是眼眉骨的位置，眉棱骨凸起，又有肉包着，属大贵之象，代表此人奋斗心极强，毅力过人。第八，天仓指太阳穴的位置，全插天仓翼即颧骨饱满张横，颧骨伸展到太阳穴的位置，代表即使出身清贫，亦可凭自己的努力，或凭一个机会飞黄腾达。好了，说完这几个常见的纹路，我们就来具体的讲讲印堂之间的悬针纹、双雀纹、八字纹、川字纹、血光纹等，分别代表了各种不同的意外的灾祸。一、悬针纹，也称之为悬针破印，它是一个比较凶的纹路，像一根针一样穿过官禄宫到山根部分。有这种纹路的人势必神经衰弱，个性偏激，想做的事一定会做，不择手段，心狠手辣，勇往直前，不会在意别人的感受与想法，意志坚强，不怕失败。男命到老孤独，个性很强，很恶到占有欲强，与这类人合作做生意多失败。女命悬针破印，克夫与断掌同一含义，环形子，如果纹路穿透点子，克死丈夫。破解方法：攻观音，多念经，放生，多做好事积阴德，以后悬针长角，
变成辅德纹，人的脸相与手相会因为人的心态而改变，人积善行德，必会有好的相貌出现，否则破产行克，克妻害子伤自身。很多贫民区的孤苦老人，不难在他们的面上可以发现到悬针纹。2. 双雀纹，印堂上有2道清晰可见的竖纹，被称为双雀纹，是典型的善纹。有此纹路的朋友，脑组织发达，事业心十分强，思想虽然保守却十分周到，为人处事上也有条有理，韧劲十足，不论男女都能取得令人羡慕的成就。有此纹路的男性朋友，性子拧折不弯，总会在无意间得罪一些小人。而有此纹路的女性朋友，经常与老公有矛盾，婚姻状况不是很好。3. 八字纹，八字纹的人劳碌命，40岁时容易有官灾口舌，女命防夫。左边的纹叫罗喉，右边的纹叫己都，两纹长短一样时灾小，两纹长短不一样，长时会伤害别人。右边比左面长时会行克本人，待本人亦有牢狱之灾，所以我们也称这种纹路为刑狱纹。若是刑狱纹尾部有只角，可逢凶化吉。4. 川字纹，印堂之间有3道竖纹，为川字纹。川字纹的人，若是直透上天庭，而边承胄马鼓起，则主人权势地位高，为社会梁柱。若是不直透上天庭之人，一生大起大落，白手成家，夫妻不和，不常生活在一起，无论男女，婚姻都会出现问题。男性容易克妻，而女性不懂得包容对方，因此婚姻常常以离婚收场。伤害纹侵入命宫，自右向左进入自己，脾气不好，克伤他人；自左向右进入别人，克伤自己。最后我们要分享的是，从印堂之形状气色观一个人的命运祸福。一、命宫光明，超群之势，印堂开阔，手操大权。所谓命宫，就是印堂。顾名思义，印堂就如生命之宫般，在面相中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。命宫一片光亮开阔者，大多心胸坦荡，眼光长远，胸有大志，有王者风范，能够做出一番大事。从相书上来说，印堂生的开阔光明，便如大开了人生的胜利之门，其人自然容易发运。若是其他部位生得好，便是大贵之相。2. 印堂色明，升官发财。正常的印堂应是肉黄色，有点明明的黄色者，大多心情愉快，而黄色代表富贵，说明最近有官场升迁或有财气上身。3. 红光满面者，春风得意，多逢吉事。所谓面相，其原理是从一个人的长相、行为习惯以及他的气色来判断一个人。而红光满面者，一般身体健康，做事如意，心情快活，所以就直接显到了脸上。不过这红指的是偶尔的红，是因喜事所激发的红。若是长年累月都泛红的话，那就要小心了，多半是高血压或是心脏血液循环方面出了毛病，一定要及时看医生。4. 相路气暗，祸患风云。印堂发黑，命不久矣。从医学健康上来说，如果有心事或是不良信息影响，命主便会因此而脑组织运转不正常，从而其脑波及脑压也不正常，便会出现青、赤、黑之气色。所以说，脸色印堂发青发暗或发黑者，身体必不健康，事必不顺，心情必不佳，正处于多事之秋，一般会有口舌是非、小人损财和灾变之故，一不小心就会大难临头，祸端多多。如果再加上两眼无神的话，可能会有血光之灾或火灾。5. 酒尊气恶，酒色旺身，贫门色开，欢愉妻妾。一个人眉眼之间一看便充满淫邪之气，这样的人
必是酒色财气、花天酒地之人，若是不改，大多伤身，事业不成，后果堪虞。6. 女子印堂过宽者，为人单纯，容易被骗。对于女孩子来说，印堂一指半宽左右刚好，若是过宽，说明此人比较开朗开放，没有主见，是个头脑缺根筋的人，很容易被骗。所以亲人中如有此类印堂者，一定要从小教其注意保护其身。7. 印堂太窄者，心胸狭窄，运道不通，寒酸贫贱。所谓太窄，是指仅有一指宽左右，此类人一般喜欢钻牛角尖，凡事想不开，生活苦闷，个性上还比较急躁好胜，总是情绪化，得失心太重，以致总蹙眉头，更显得眉间显窄。这类人不仅很难开心起来，而且难成大事，多一生贫贱。更有甚者，还有眉毛连在一起没有印堂者，此类人不仅贫寒孤苦，而且难以长寿。8点两眉所印者，事业多破败。所谓的两眉所印，是指两眉间距不到2指宽，经常眉头所起愁眉不展的样子。两眉所印的人一副想不开、不开朗、心有千结的样子，此类人大多个性急躁情绪化，喜钻牛角尖，往往会因此而影响思考能力，以致出现脑筋短路的现象，最终又因过于好强而造成事业上的破败。9. 印堂有竖纹者，大多心事重重，心绪不宁，多劳苦多虑，不仅身体健康不佳，且是多不顺。此类纹路的生成，往往是因为命主性子不够开朗，多忧愁劳苦，经常皱眉而形成的。若是竖纹太多者，则说明此类人喜欢杞人忧天，神经质易招人怨厌。不过若是青少年便有此类纹路的话，学非所用，读书不成，功名无望，还要小心会有违法犯罪的倾向。若是到了中年以后还没有长纹的话，则说明此人很少动脑筋，不喜欢做深度的思考，也是难成大事者。10. 悬印破印者，招灾行克。印堂的竖纹像悬着的针者，也叫悬针纹，是凶纹。乡书上说的是，不只会招灾，而且会行七克子，到了中年还会有破败不测之祸，是需要小心化解的类型。11. 好的印堂的条件：一要平整宽齐，2则两眉间不可冲印，也就是没有杂毛；3则无恶纹恶痣，要像印章一样四四方方的，要有2指宽左右。12. 好印堂的命相：少年人印堂光润如镜，宽广平满，必定少年得志，学业有成。中年人印堂有势，运势亨通顺畅，处处有贵人扶助。晚年印堂好，快乐无忧，安逸而清闲，附庸风雅的享晚福。总结：如文中所说，印堂在面相之上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，若是印堂不好，其他五官再好也终究不行。若是印堂生得好，五官不好，尚可进行一定的纠正。总之，命宫之相小看不得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面相出现这7种变化，你会越来越穷。所谓相由心生，当我们的心境跟着改变的时候，面相自然也就会发生改变，届时我们的运势也会随之改变。所以说，面相7年一变，这7年就是一段心态转变的时间。当面相发生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察觉不到，但当面相彻底改变后，我们就会看出来。面相的改变并不是什么稀有的事情，毕竟每一个人的境遇不同，他们的经历和心态以及性格都会有天差地别的差异。就连一个人7年前的自己和7年后的自己也都是不同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面相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。所谓的相由心生就是这个道理。
如果一个人在7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很多困苦，整个人都充满了偏激和愤恨，那么这个人的面相就会慢慢变得凶狠起来。但是如果一个人在这7年里一直在安逸的生活，那么这个人就会慢慢失去了斗志，届时他的面相就会显得很颓废，整个人都没有朝气等等。以上都是面相因为我们的经历和心态发生改变的例子。所以为了保证自己有一个高颜值，那么最好时时刻刻保证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态。有了好的心态，即使一个人处于贫寒之中，那么7年后也会有一个十分漂亮的颜值。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好的心态，即便处在了富裕的环境中，7年后的你的面相也可能变得丑陋。一个好的面相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运势，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更加顺利。但是一个不好的面相就会导致我们事事不顺，故而我们绝对不能轻易忽视面相带来的变化。那么越来越富或者越来越穷的人的面相都有哪些变化呢？接下来小酱汁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。1. 越来越富的人有哪些面相变化？ 1. 头发突然变黑变亮了。千万别小看头发，头发暗示变化往往是最快、最直接、最灵验的。头发突然变黑变亮，说明你这人的气血由原来的弱变旺了。用中医的话说，就是气血足了。气血足肯定就精神好，所以我经常强调一句话：精神好，运气一定好。因此你每看到大富大贵或者有喜事好事的人，都绝对是容光焕发的，肯定没有头黑脸黑的。如果你近段时间或者这1-2年来头发突然变化很大，变得乌黑发亮，说明你一定要有好事儿，好运要来了，未来的你一定会越来越富。 2. 眼睛变得炯炯有神。有人说这个是不是带点主观性，就是说你看是炯炯有神，他看不一定是炯炯有神。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标准，就是眼睛里黑白分明，神采出入自如，这是精力好、精力充沛的象征。精力好，看事情做事情就清楚，思路清晰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所以如果你的眼睛由原来的暗淡无光突然变得很有神采，当然不是人为修饰的情况下，也说明你的好运气要光临了，财运也会越来越好。 3. 鼻翼突然变厚。也有人会奇怪，这个鼻翼不是固定了的吗？怎么还会变？当然会变化，面相时时刻刻都在变，这是真理。只不过有时因为过于细微，不为人所留意。有些人没有钱之前鼻子普通的很，一旦有钱鼻子会变挺直，甚至有的人更夸张，鼻翼会突然变厚。这个现象预示着一个人要开始走上财源滚滚的好运了。如果你是男人，也有可能预示着会娶一位得力的妻子。 4. 下巴变得丰厚。下巴历来被我们视为是我们的福气之所在，所以如果一个人的下巴变得越来越丰厚的话，那就说明其自身的运势也在不断的提升，从而使生活越来越富有。此命生人不仅自身运势十分强盛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其身边人的运势也会随之水涨船高，进而促使其生活更加的美满幸福。 5. 耳垂变得硕大。虽然我们的面相会随着体重的增加出现些许变化，但是耳垂却几乎是不会发生变化的。如果一个人的耳垂突然之间变得十分硕大的话，那么就说明其自身的运势也在不断的增长。如果命主能够在这时及时抓住机遇的话，其未来生活必定会迈上新台阶，进而促使人的生活更加的圆满安康。 6. 指甲变得有血气。运气不好的时候，很多人的指甲是白的，这时往往运势不好的。但是这样的指甲到了某一年突然变得有血气起来，也就说明好运要来了。指甲的变化也跟气血有关，人算一个整体，身体变化跟财运皆有关联的。如果指甲开始变得有血色，这也就说明此人近期的财运在回升，将来也会越来越富有。 2. 越来越穷的人有哪些面相变化？1. 印堂深锁，常皱眉头。印堂位于两眉之间，有成命宫，对一个人一生的运势产生重要的影响。而印堂紧锁是指印堂处有很多的杂毛和杂纹，这种人一般内心比较压抑，经常愁眉苦脸，时间久了眉头都会变得发暗发黑。
这种人一般做点什么事儿都得思索好久，很有城府和心机，为人非常挑剔，时常会感觉到不快乐，好像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们似的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时常板着一张脸，所以人缘非常的不好。而印堂位置代表人一生的钱财、事业和婚姻运势，即使有钱也难以守住，会越来越穷。2. 满面黑云，脸上凸显黑色，并且透出皮肤的表层，要是额头灰黑色，显示出家里祖上丁忧之患。如果2个太阳穴连接颧骨都是黑色，男主丧妻，女主丧夫，皆主家运破败，大破财运的信息。3. 手掌变得平薄，干枯无力。在手相中，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厚实有弹性的话，这种人一般身体比较的健康，非常的有活力，人也很聪明，事业财运都非常的不错。而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开始变得平薄，掌心也非常的平的话，这种人财库薄弱，没什么财气，挣钱也比较辛苦。而手掌干枯无力的话，大多因为年幼时营养不良所引起，说明从小家庭条件比较差，身体素质不太好，从小吃不少的苦头，从而财运受损，一生辛劳。4. 腮部无光泽，人的运势也会从腮部的色泽上看出。如果一个人的腮部时时红润有光泽，则说明此人好事临身，鸿运势不可挡，日子也过得舒适安逸。如果一个人腮部无光泽，皮肤也干涩如枯，笼罩一层灰色，则表明此人近期诸事难遂，事事操劳辛苦。5. 鼻头赤红，鼻子影响着人的财运，鼻头如果出现红疮或者赤红不退，这代表此人近期财运会受损，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，赚钱困难，存钱也不易，财运自然会越来越差。所以如果你有了此面相，在未来的日子里就应该收敛自己，不要贪图享乐，及早控制不良嗜好，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。6. 毛发干燥，如果最近发现你的眉毛或者头发都比较干枯的话，色泽有些发黄，则说明你最近财运不佳，需要多加注意，这也是面相上的一种变化。当面相出现这种变化时，就应该尽可能的管理好自己的财物，避免浪费，同时也要尽可能的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赚钱上，这样一来才能避免给自己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，否则财运下滑，不但容易收入会受到影响，而且还容易破财，这样一来经济压力只会越来越大。7. 额头发际线变尖明显，这里是指额头上的发际线表现出十分尖锐的外形，面相上对于这种发际线也有着美人尖、美人拙的说法。一般来说，额头拥有这种特征的人，身体健康不会很好，而且缺乏正确的理财观念，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容易遭遇破财。古语云：有心无相，相助心生；有相无心，相随心灭。就是说，一个人的面相和他的心是分不开的。运随心转，一个人的近期运势同样也会显示在他的面相之中。想知道你的近期运势是好是坏，观测一下自己的面相，你就能推断出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